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大家有听过中南部绿鬣蜥入侵的新闻吗？因为当时绿鬣蜥的开放进口加上不当的放生，造成了多数地区遭受到绿鬣蜥的肆虐，包括农民所种植的蔬菜被大量的啃食之外，比较容易造成公共危险的还有绿鬣蜥会在靠近水源处打洞生蛋。如果繁衍的速度急速的扩张，很有可能导致堤防结构遭受到破坏，也非常明显的影响到本土生态平衡。但你知道鹦鹉在其他国家也正在发生如同绿鬣蜥般的扩张吗？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讲的事件是发生在纽西兰的月轮鹦鹉案。相信月轮鹦鹉这个物种在台湾饲养的人数也不少，又或者是说台湾养鹦鹉的人也有一定的比例。那我们饲养的鹦鹉，为什么我们都要呼吁大家不要随便的野放呢？今天这一支影片将要带来更多跟这个观念有关的资讯。如果大家身边现在是有养鹦鹉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月轮鹦鹉啊，是台湾常见的一种宠物鸟，可能现在荧幕前面的观众身上可能就有一只。它们最主要的特色是在于月轮鹦鹉公鸟脖子上的羽毛呢，有一圈深色明显的颈圈，不只是我们判断它们公母的标准，也是这个物种极大的特色。月轮鹦鹉它们的本名为红领绿鹦鹉，不过台湾大部分都是被叫月轮啦。它们原生地呢是在非洲和印度等地，它们是一种寿命大约15到20年左右的长尾中型鹦鹉。身长呢大约是40到43公分，而原生种也是呈现绿色的。不过变种后的月轮也出现了其他鲜艳的羽色，像是蓝月轮啊、黄月轮还有白月轮，也都是在月轮的市场上面会出现的人工变异型。它们的瞳孔变化很明显，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由此去简单的判断月轮鹦鹉此时此刻的情绪反应。从小饲养的月轮鹦鹉也会相当的亲人，所以不只是在台湾，海外的地区也都很喜欢饲养月轮鹦鹉。我们今天要讲的月轮鹦鹉入侵案是发生在纽西兰的重要新闻。全世界不止台湾人很爱养鹦鹉，其实在纽西兰每100个人大约就有6个人有养鹦鹉，有养宠物鸟。这样子的比例如果发生在台湾，就代表着有上百万人饲养宠物鸟。但是在纽西兰，平均每年都有331只宠物鸟飞走。根据当地大学的研究与统计发现，在所有的飞走宠物鸟当中，有高达90%以上都是外来种的宠物鸟。其中现在造成最大的威胁就是月轮鹦鹉，以及跟月轮鹦鹉真的很相似的亚历山大鹦鹉。这两种鹦鹉在纽西兰野外的数量大量且快速的繁衍。这个大学的生物学副教授对于这个外来的物种进行研究，想要试图的去了解这些飞狮鹦鹉在野外遇见同种伴侣的几率。因为当它们离开饲主，又可以在野外不受限制的自行繁殖，即将带来的就是这些外来种鹦鹉会跟本土原生种的鸟类一起竞争原本有限的栖息地。当然，如果大量繁殖之后，所有的生态链还有原生鸟类的食物也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我们在说逃家或者是被人刻意野放的野生鹦鹉，大概有80% 的几率呢，可以找到鹦鹉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在野外配对成功。而对于月轮鹦鹉还有亚历山大鹦鹉这2个物种来说，飞出去的个体几乎每一只都可以在野外配对。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研究人员发现呢，月轮鹦鹉跟亚历山大鹦鹉在纽西兰当地还可能会进行杂交，这就暗示着这些宠物鸟在纽西兰野外拓展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在当地有更多相关的学者开始正视这个鹦鹉入侵案。学者认为呢，这些快速繁殖的外来种，除了我们前面讲到会大幅度的影响到本土的动植物生态，对于纽西兰本土40%濒临绝种的鸟类来说，又是更大的噩耗。因为如果是带有原生病原体的进口鹦鹉在野外活动，就非常有可能会有引入疾病的风险，这也就大大的威胁了这些濒临绝种的鸟类。因为这些宠物鸟在野外快速的扩张，
当地的政府也颁布了害鸟的管理制度，用法律用制度开始禁止繁殖和销售外来种鹦鹉。他们加强了这些宠物鸟的限制，其中也包含了在台湾很受欢迎的和尚鹦鹉、月轮鹦鹉以及彩虹吸蜜鹦鹉。他们加强这些宠物鸟的限制，想要尽可能的去阻止外来种对于本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这一次纽西兰的月轮鹦鹉案以及台湾的绿鬣蜥案，都让我们反观外来种如果不当的放养，会对本土环境与生态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团体都一再的呼吁，千万不要随便放生动物，因为在我们所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这些被野放、被放生的动物不见得会走向我们所预期的样子。以鹦鹉放生来做举例，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几起鹦鹉野放的事件，最后都必须花更多的成本去挽回，不论是诱捕或者是安置，也都是劳民伤财。我们常在讲鹦鹉放生其实就是两条路，第一种就是像今天案例所讲到的月轮鹦鹉在野外不断的扩张，繁衍到无止境的地步，并且影响到多方面的生态危机。而第二种就是找不到食物，或者是没有同伴，孤独的死去。所以爱它，就请大家不要放生它。在寒冷的冬天，为鸟宝点起暖炉，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才是真正爱护动物的行为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做互动。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私讯我。鹦鹉小木屋的官网也有很多跟鹦鹉相关的周边商品，欢迎大家参考看看哦。我是 Jack，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You